大家好，我是 Ryan。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发生在美国芝加哥的真实案件。这个案子虽然过去了40多年，但至今没有被侦破。它改变了整个制药行业，也影响了无数人的用药习惯。此案就是泰诺投毒案。1982年9月28日，美国芝加哥郊区的阿灵顿海村，一名12岁的女孩玛丽·凯勒曼因为感冒吃了家中常备的泰诺胶囊，服药后她很快感到不适，被紧急送往医院，但第二天就去世了。医生最初无法确定死因，因为她看上去没有任何外伤或疾病。就在同一天，芝加哥地区还有其他几个人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27岁的亚当·亚努斯在服用了泰诺后胸痛、头晕，被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他的弟弟斯坦利和弟媳特蕾莎在亚当家中帮忙处理后事时，也分别服用了同一瓶泰诺，结果两人也相继去世。一个家庭在同一天失去了3名成员。接下来几天里，31岁的玛丽·麦克法兰、35岁的宝拉·普林斯以及27岁的玛丽·赖纳瓦也因服用泰诺后死亡。短短几天内就有7个人死于同样的症状。经过法医检测，这些死者的体内都检测出了剧毒之氰化钾，而氰化钾的来源就是他们服用的泰诺胶囊。说到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泰诺这种药。它是由美国强生公司旗下麦克尼尔实验室生产的一种止疼药，主要成分是对乙酰氨基酚，也就是扑热息痛。泰诺在1959年上市，到1982年已经成为美国最畅销的非处方止痛药，市场占有率高达35%，几乎每个美国家庭的药柜里都有一瓶泰诺。然而，正是这种随处可见的药品，在1982年秋天变成了一种致命毒药。调查人员很快发现，这些泰诺胶囊被人为注入了氰化钾，每一颗胶囊里的剂量将近致死量的3倍。更可怕的是，这些被投毒的胶囊来自多个不同的生产批次，也分散在芝加哥地区的多家不同商店。这意味着不是某个生产环节出了问题，而是有人在药品上架后，故意将氰化钾放入胶囊，再把药瓶放回货架，等待不知情的顾客买走。强生公司在得知情况后，立刻发布了警告，暂停泰诺的生产和广告，并开始召回产品。最初的召回只限于与受害者相同批次的泰诺，但随着更多被投毒的药瓶被发现，召回范围扩大到整个芝加哥地区的所有泰诺胶囊。最终，这场召回涉及大约3100万瓶泰诺，零售价值超过1亿美元，成为当时美国最大规模的药品召回事件之一。警方和联邦调查局迅速展开了联合调查。他们发现，所有被投毒的胶囊都来自不同的生产地，有的是宾夕法尼亚州，有的是德克萨斯州。这说明投毒者是在药品运输到商店并上架之后才动手的。警方的推测是，有人从货架上取下泰诺药瓶，打开后往部分胶囊里放入氰化钾，然后把瓶子放回原处。调查人员对所有发现被投毒药瓶的商店进行了排查，这些商店分布在阿灵顿海茨、芝加哥市区等多个地方，包括沃尔格林、多米尼克等连锁店。有一名女性顾客买到了被投毒的药瓶，但因为感觉有点不对劲而没有服用，侥幸逃过一劫。在调查过程中，警方还采取了一个非常规的手段。1983年初，在联邦调查局的建议下，芝加哥论坛报的专栏作家鲍勃·格林在报纸上公开刊登了第一个受害者玛丽·凯勒曼的家庭住址和目的位置。联邦调查局的行为分析专家约翰·道格拉斯认为，凶手可能会前往受害者家中或者墓地。警方在这2个地点布置了24小时视频监控，但连续几个月都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警方还公布了一张监控照片，照片上是受害者宝拉·普林斯在沃尔格林药店购买那瓶被投毒的泰诺时的画面。照片中，宝拉身后几英尺处站着一名留胡子的男性。警方表示，这名男子可能就是嫌疑人。调查过程中有2个主要嫌疑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第一个叫詹姆斯·威廉·刘易斯，他住在纽约。在泰诺投毒案发生后，
他给强生公司写了一封勒索信，声称自己就是投毒者，要求强生公司支付100万美元，否则他会继续投毒。强生公司报警后，刘易斯很快被逮捕，但他坚称自己不是投毒者，那封信是假的，他只是想借机敲诈。他告诉警方，自己用了3天时间写那封信。然而调查发现，那封信的邮戳日期是1982年10月1日。如果刘易斯真的用了3天写这封信，那他在9月28日就开始准备了。而当时公众和媒体还没有大规模报道投毒案。面对这一矛盾，刘易斯又改口否认自己说过的时间线。警方还发现，刘易斯曾拥有一本关于毒药的书，而且他的指纹就留在书中有关氰化物的页面上。尽管有这些疑点，检方最终还是没能找到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投毒者。刘易斯因为敲诈罪被判处10年监禁。2009年解密的法庭文件显示，司法部的调查人员认为刘易斯就是投毒案的真凶，只是证据不足无法起诉。2010年，刘易斯提供了自己的 DNA 样本和指纹，但与药瓶上提取的 DNA 不符。刘易斯于2023年去世，终年76岁。第二个嫌疑人叫罗杰·阿诺德，他是芝加哥的一名码头工人，曾经告诉别人自己持有氰化钾。阿诺德常去的一家酒吧的老板向警方举报，说阿诺德曾讨论过用白色粉末杀人，而且离婚后行为越来越古怪。调查发现，阿诺德与受害者玛丽·赖娜的父亲在同一家仓库工作，而阿诺德的妻子曾经在一家医院接受治疗，那家医院正好对面就是玛丽·赖娜购买泰诺的商店。警方还在阿诺德家中发现了一本名为《穷人的詹姆斯·邦德》的书，里面详细介绍了如何制作氰化钾。阿诺德多次被警方带走问话，但始终没有被起诉。1983年夏天，阿诺德在街上误将一名路人认作酒吧老板，开枪打死了对方。他因杀人罪被判处30年监禁，实际服刑15年，于2008年去世。2010年，警方挖出阿诺德的遗体，取骨骼样本做 DNA 检测，结果也与药瓶上的 DNA 不符。进入21世纪后，调查仍在继续。2009年初，伊利诺伊州当局重启了调查，联邦调查局搜查了刘易斯在波士顿的住所。2011年，警方甚至向大学炸弹客泰德·卡辛斯基索要 DNA 样本，因为他在1982年之前曾在芝加哥地区活动，但最终也没有匹配。此案因此至今悬而未决。泰诺投毒案发生后，美国各地出现了大量模仿犯罪，不仅仅是泰诺，其他非处方药、食品甚至日用品都被人恶意投毒。1986年，纽约州杨克斯市一名23岁的女性戴安·尔斯罗斯因服用了被投毒的泰诺胶囊死亡。同样在1986年，华盛顿州发生了另一起著名的投毒案，苏珊·斯诺和布鲁斯·尼克尔因服用了被投毒的埃克塞德林胶囊而死亡。警方调查后发现，凶手是布鲁斯·尼克尔的妻子斯特拉尼克尔。她为了骗取保险金，故意在丈夫的药瓶里投毒，结果还害死了另一名无辜的消费者。斯特拉尼克尔最终被判有罪。这起案件也推动了美国联邦反篡改法律的完善。1991年，华盛顿州又发生了苏达菲感冒药投毒案，凯瑟琳·丹尼克和斯坦利·麦克沃特因服用被投毒的苏达菲死亡。另一名女性珍妮弗·梅林也因为同样的投毒而昏迷，但幸存了下来。警方查明，投毒者是珍妮弗的丈夫约瑟夫·梅林，他长期虐待妻子，还试图杀害她。约瑟夫·梅林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泰诺投毒案虽然至今未破，但它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是强生公司的危机应对，在事件发生后，强生没有推卸责任，而是立即配合警方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动召回产品，停止生产和广告，并公开向公众道歉。强生还通过媒体反复提醒消费者不要服用任何含有对乙酰胺基酚的产品，甚至愿意用固体药片免费更换已经售出的胶囊。这种诚实透明的做法赢得了公众的信任。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称赞强生，展示了大企业应该如何应对灾难。
虽然强生的市场份额一度从35%暴跌到8%，但不到1年就完全恢复，泰诺重新成为美国最畅销的非处方止痛药。但强生在保险理赔上遇到了麻烦。事件发生后，强生旗下的麦克尼尔实验室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要求报销召回产品的费用，却被保险公司拒绝了。麦克尼尔实验室起诉后，法院裁定，因为强生公司没有购买更昂贵的召回保险，所以不在承保范围内。之后，麦克尼尔又尝试通过其他保险条款索赔，但再次被法院驳回。直到1991年，强生公司才同意与受害者家属达成和解，赔偿金额没有公开。泰诺投毒案还彻底改变了药品包装行业。在此之前，很多药品的包装非常简单，胶囊可以轻易打开再重新封好。案件发生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了更严格的产品防篡改规定，制药公司开始大规模使用防篡改包装，比如瓶口的热缩膜、耐封锡纸、安全盖等。同时，粉状胶囊因为容易被掺入毒药而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固体片剂，也就是囊片。这些措施大大降低了产品被人为投毒的风险。值得一提的是，泰诺投毒案发生的时间正好是1982年10月，临近万圣节。当时美国社会对万圣节糖果被投毒的恐惧被重新点燃。虽然历史上从未有记录证实真正的万圣节毒糖果事件，但很多社区直接取消了当年的万圣节讨糖活动。超市报告说，糖果销量下降了超过20%。泰诺投毒案是美国刑事犯罪史上一个标志性案件，它改变了整个制药行业，也让普通消费者第一次意识到，货架上看似安全的商品也可能成为致命的陷阱。40多年过去了，真凶依然逍遥法外，但这个案子留下的教训，至今仍在保护着每一个人的用药安全。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请别忘了点赞、投币、收藏，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是 Rain，我们下期见。